花多少钱请都请不来。你今天来这儿，那不是给我面子吗？真的啊？骗你干嘛呀？今天这么危险的场景你都能接，行了，一会儿好好加油。演员老师，你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，演员好了，今天上。OK， 好，来，所有部门注意啊，我们下边这个镜头很重要，配合好。OK， 灯光、音响、录音啊，所有人都注意啊！我不喊停，谁也不许喊停啊！听见没有？告诉大家啊，今天如果把这个镜头拍好了，我请大家吃饭。这怎么提前报了？我什么？我救人的！救人的！我去，怎么会是他啊？他是谁？方若清啊！他怎么会收到死亡通知单啊？方若清，女，23岁 ，RX 组合成员之一，算是知名艺人吧。什么叫算是啊？她本来就是好不好？她就是我的女神。真不知道现在宅男都是什么品味，不是眼睛瞎了，就是没见过女人。难得我跟阿姨的意见一致。半年前，2X 组合的另一名成员林香，在拍摄现场无意中被炸伤了，然后当时是方若清帮忙协助调查的，资料里边只有这些记录了。我们家方若清不可能伤人的好不好？林香受伤以后，方若清照顾她半年多，她至今没有解散组合，就是为了等林香好了以后一起重回舞台。但通知单上的罪行是故意杀人。以前的通知单最终证明是存在并合理的，所以肯定是搞错了。你们的意思是说方若清身上有隐藏命案？那就从命案开始查起。曾日华，你把近2年、5年没有破获的杀人案全都调出来。方若清不可能的，万事皆有可能。等等，他为什么把通知单发给我们？有没有可能是方若清已经收到了通知单，只是他并没有报警呢？所以刚一开始发的通知单就毫无意义。于是 Ducker 把通知单又发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调查清楚方若清到底杀的是什么人。执行日是12号，我们只有3天的时间。我认为首要目的是保护当事人，并设法抓住Ducker。曾日华，把方若清身边的所有人际关系网锁定。组长，有必要这么麻烦吗？咱们直接把方若清带到警局来关他3天。我看这达克尔怎么开始动手。我们没有任何证据，不能随便抓人，只能暗中保护。所以我们要先检查检查方若清有没有什么案底。现在时间紧迫，把精力用在挖案底上，很可能会一无所获。除非你特别确定方若清曾经杀过人，或者说
你认为我和 Darker 的思维模式完全一致，你又在怀疑我。不然呢？我到底听谁的？听我的，锁定方若清的人际关系圈，再把这5年有疑点的命案全都给我调出来。没见过。对不起，方小姐，您能不能帮我们再仔细回忆一下？就是最近有没有收到过类似于像邮件啊、包裹、礼物之类的东西啊？粉丝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我根本就不可能一件一件的去看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恶作剧，但是说我杀人，这未免也太可笑了。粉丝送的东西在哪儿？全在那边。Darker 是一个丧心病狂的连环凶犯，希望你重视起来，因为你随时可能会遭受危害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建议你配合警方的工作，3天以内尽量不要出门，我们会全方位的布控，保护你的安全。最近我的通告都是满的，你们还是找我的经纪人吧。队长，找到了。5年来的案件我都查了一遍。我用最直接的方法进行排除，就是不在场证据。方若清是公众人物，所以他的行踪很容易被察觉。排除之后，有4起案件，方若清没有不在场证据。这是第1起，儿童公园碎尸案。案发当日，方若清在休假，但是根据案件分析，作案的应该是一个75公斤以上的男人，所以不可能是他。这是第2起命案，被害者从高楼被抛下。调查以后，死者和方若清没有任何联系，也不可能是他。这是第3起，富商何亮在家中遇害，属于密室杀人的性质。这个人和方荣清也没有任何联系，所以也可以排除。这是第4起，新兴小区女子被杀案，死者红苏，这也是唯一一个和方若清有联系的人。方若清的小学同学？没错，仅仅是小学同学，而且案发当日，方若清应该算是有不在场证据的。你这个不在场证据是有漏洞的。案发时，方若清在富丽酒店参加活动，时间是8点到11点。从富丽酒店到案发现场的车程约20分钟。那么在这段时间内，只要方若清离开富丽酒店到案发现场，是有足够充裕的杀人时间。没错，这个案件我也查了，反正我坚信我的女神是不会杀人的。动机呢？仅仅因为2人认识，方若清具有作案时间推断杀人，草率。我们先去酒店调一下监控录像，可以吗？方若清是公众人物，这个通知单绝对不能公开。我们会尽量保护他的隐私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可你们看看现在这副大张旗鼓的势头，这不变相告诉全世界方小姐身上有新闻吗？媒体可不是吃素的。那我也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Darker也不是吃素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警察就是吃素的了？你说什么？你不用吓唬我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你这套我不吃。再说你们怎么就确定这不是恶作剧？如果你认为是恶作剧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办法，不送。好吧，我稍后会把方小姐这几天的行程发给你，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考虑方小姐公众人物的身份，妥善安排保护计划。您是？你好，方小姐经纪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左撇子。罗非，你好。我希望你们履行好自己的职责。现在方小姐是经受不起任何闪失的。我先告辞。富丽酒店的监控视频查过了，红苏命案那天，方若清8点左右到达，一直到10点多才离开。刚才他经纪人也说，酒会那天方若清到酒会结束才走。终于可以排除了。为什么排除啊？
他经纪人中间离过场，所以他的证词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先把监控录像放下，就放他经纪人离场那段。倒过去。怎么了？这是他经纪人啊。这是方若星，他只不过是穿着他经纪人的衣服。开什么玩笑啊！这根本看不清脸，你们别瞎说。他的经纪人是左撇子，而他用右手开车。而且从他的动作上看，他在刻意回避镜头。孙荣华，麻烦你把这段视频的分辨率再处理得高一些。知道了。方若清明天在这儿会有演出，人流车辆加粉丝不好控制。周围的建筑物密集，而且高矮不一，有很多天然的设伏点，达可非常容易动手。大家熟悉一下地形，快！是。王小姐，12月7号晚上9点到9点半这之间，请问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？我连自己昨天做了什么我都记不清楚，我怎么记得我3个月前的事情？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当晚，你的小学同学红苏被杀，你和警方说你整晚都在参加酒会。8点12分的时候，你乔装成你的经纪人，并且借用他的车离开了酒会现场。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这么模糊，你怎么证明是我？我给你找一张清楚。孙若华，方小姐，其实我是你的粉丝。说重点。这个照片里的人是你，我用3D 技术元件把你帽子没有遮挡的部分进行还原，再跟你的照片进行对比，相似度达到98%。那天我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你的眼睛一直在向右瞟，说明你有撒谎的嫌疑。请问方小姐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为什么要乔装？为什么要驾驶你经纪人的车？我为了躲避记者。我是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方若清在哪儿？他正在接受询问。你们这是强制审问！我警告你，我们家若清微博粉丝不算买的就上千万，随便发条微博就让你们分分钟名誉扫地。我马上要带他走。抱歉，他涉嫌和3个月前那桩案件有关，暂时不能让他离开。3个月前，是不是12月7号？说对。组长，你看，喂，组长，是我。原来去年12月7号晚上他偷偷跑出去，就是为了这个，怪不得他要隐瞒呢。这段视频不仅上传网络，组长说商业街的大屏幕也在播放。是大个儿，他在嘲笑我们查错了方向。我现在去商场查一查视频来源。这一段视频可是方若清最好的不在场证据。看来他跟他小学同学的案子应该没什么关系了。那他杀的人究竟是谁呢？大屏幕上的播放内容都是事先安排好的，我们也正在查，是被谁给黑了，肯定。还需要多久？
你们这儿有多少员工？最近有没有临时或者可疑的人出现过？你们也太逊了吧！所长，找到视频来源了。放大点。这怎么会是我们家若清呢？我的艺人我了解，这绝对是恶意抹黑、炒作。我们家若清这么红，光微博粉丝量，吴家买了就1000多万，我们需要炒作吗？我现在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哪家媒体给我们爆出来的？我这件事儿必须得查清楚。你怎么这样？这不是我，这是有人恶意抹黑。若清，你得这样想，你看吧，你的新戏马上就要上了，这没惹这个事儿，它就变好事儿了。喂，搞什么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信不信我投诉你们？我现在可以发微博。对不起，方小姐，我们知道你在家，但敲门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们担心你的安全问题，所以只能这么做。如果3天之内你还能安全的在，你们随便解决。我们查到视频流出的 IP 在你家，也就是说你电脑被人黑了。我的电脑？你的电脑中了顶级的木马病毒，除了我和我师傅，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做到，所以我要查一下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动我电脑？这里有我的隐私。13号灰色的徽章，土豪云集地。方小姐，请你放松一点，不要过于紧张了。我们也是想把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清楚，所以请你理解一下我们，并配合我们，好吗？方若清就这次视频事件会召开记者会，像我们是不是要布置下会场啊？不用，不用。告诉大经理，明天记者会的现场就我们。我在哪？你说你在哪？当然是在专案组了。若飞，土豪云集地。等着我。师傅，跟你。那请您离开现场。我还是得跟你掰扯掰扯，这徽章代表什么呢？身份和地位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它还代表着制度和规矩。你既然做了这个徽章，就应该以徽章为基准，你否则刷脸不就完了吗？我有徽章，你就应该让我进去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让我进去。先生，您如果再不离开的话，我就回调总部了。你别呼叫。警察，
不用谢。我要搜查你们所有会员的资料和进出记录。这是第3起，富商何亮在家中遇害，属于密室杀人的性质。这个人和方荣清也没有任何联系，所以也可以排除。发现什么了？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说说。等我想清楚了以后，再跟你说。首先，我跟各位媒体朋友道个歉。为了保证方若清小姐的安全，今天的记者招待会选择在这里，给大家带来的不便，希望大家谅解。但是今天我要澄清一点，事情发生第一时间，方小姐便通知了警方。经警方确认，该视频为不法分子恶意编造。哇，我人真的很虚伪。相拥已逝带有天哪，我也拍了，居然还说是伪造。所以今天的记者招待会，实际上是方小姐的澄清会，希望广大媒体不要再对若清有所误会。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今天都可以问。现在请各位媒体朋友开始发问。方若清小姐，你能给你的广大粉丝一个合理的交代吗？方小姐，请问您跟照片中的男人是什么关系？方小姐，请问你跟多少人拍过这样的情绪视频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。现在这些记者说话实在太冲了。记者不都这样吗？年年，注意你们3个人回家。能被你轻易放倒的人，肯定不是大凯。走。组长，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追？警局这么多人，大凯会蠢到在这里袭击方若清吗？哎，你疯了！睡。怎么样？非常慌张，但是也不能排除他和大可是同党。那就请人肉测谎仪在外边好好测测。
组长，这也需要上医院检查。又没砸到他，就算砸到他好了，那也是水啊。你懂不懂？人家是明星，能跟你一样吗？不排除达克有了新的计划，会在医院埋伏动手。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。这个达克真是狡猾，先弄个视频引起骚乱，迫使方若清开会成精，再到会场上找个人捣乱调虎离山。他到底什么时候真正动手？按照方若清的行程表，最好的下手时机就是今晚的片场。我们要部署一下晚上片场的排查与布防。说吧，为什么这么做？我纯粹就是因为看不惯他装清纯，想教训一下他，这有什么错吗？再说了，骂他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们怎么不全都抓进来？我们今天接到了消息，说有人要杀死方若清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不过就扔了瓶水而已。我现在怀疑你不是一个人在作案，你扔水是为了吸引警察的注意力，好让你的同伙趁机下手。一共有几个同伙？为什么要杀死方若清？什么同伙？我就是觉得被他外表骗了这么多年，我完全气不过。而且之前我还因为别人说他作秀跟别人争执，我真他妈二。作秀？做什么秀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有半年了吧？说他照顾林香纯粹是作秀，俩人老早就不和了。还有粉丝见面会那会儿，他跟林香因为单飞的事儿争吵。我当时就觉得那人就是林香的脑残粉，见不得方若清红。现在看了这视频，这种女人还真难说。我把这串佛珠给你，你放我走吧。把你帽子上的哈喇子擦干净再说。我相信你这种水平的人也能判断得出来，他就是一个脑残粉，跟达克尔没有关系。快说说方若清到底怎么样了？我真是他脑残粉。我取来了800在账户里。不，你别数你那钱了，你那账户里还算钱呢。快跟我说说方若清到底怎么样啊？你要听什么？他不是有那个视频吗？分享一下呀。那个是证物，我怎么能给你看呢？我是个警察。这样，这800算我给你的，不从你的账户里面扣钱，怎么样？2500，1万。资料都齐了。啊，我们查到富商何亮在家中被人杀害了，他们家用的密码锁是最好的密码锁，没有密码的话是绝对不会被打开的。然后现场勘查的时候，说是那个门一点都没有被损坏，所以肯定是个密室杀人案。其他人有密码吗？还有密码的就应该是他的儿子何阳，但何阳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儿，他们父子关系不好，而且他有不在场证明。还有吗？当时他是因为酒驾被关在局子里，所以肯定不在现场。然后我们也查过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朋友知道密码的。后来查了一下，没有发现。也正是因为何亮的身份比较显赫，所以我们对外界都说他是心肌梗塞死的。何阳呢？何阳等到出狱之后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然后就天天花天酒地的。那这个何阳跟方若清有关系吗？没有什么关系，资料里是这么写的。在何亮这起案件中，
方若清并没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我检查过案发时方若清那天的通告，他在世纪佳高尔夫球场拍摄，距离别墅只有15分钟，而且拍摄那天现场非常混乱，他想消失20分钟非常简单。何亮案发时方若清刚好在附近，你们认为这是巧合吗？那他没有作案动机啊。啊，我也觉得。哎，再说他们之间也不认识。我们去会何阳好吗？小金鱼儿，嘿，放生了吧？怎么样啊？杀我爸那凶手找着没有啊？看您这样，也不是很伤心。谁说伤心就得写脸上啊？你那破案速度太慢了。您父亲在生前的时候一直在对你进行经济管制，现在老爷子不在了，你继承了大笔遗产。说起来，凶手这么干，您倒是有挺大的受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，我是继承了不少遗产，但比起那些钱，我更希望我爸还活着。你知道我多难受吗？你知道我每天回家面对空房子多痛苦、多寂寞吗？所以你就天天和女明星上娱乐头条新闻。那怎么了？我听说你和青春组合的方若清最近打得挺热乎，跟我有一腿的妞多了，你嫉妒啊？八卦杂志上说你跟方若清有关系，我还不太相信。今儿我确定了，这杆对你来说有点长，玩的。你在想？如果达克尔所指属实，那么方若清究竟杀了谁？一开始，我们从5年前没有破获的案子开始下手，发现有4个受害者与方若清并没有任何关系，也就是说，方若清没有杀人动机。但是视频爆出之后，我和尹健在方若清家发现了这个。你这是盗窃？我去13号会所检查过，发现方若清并不是俱乐部的成员，而2个月以前被毒死在家中的何亮正是成员之一。见过袭击方若清的粉丝和何阳之后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或许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。方若清和何阳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，或许是一种更大胆的作案方式。自从凌香在爆炸案中受伤 ，RX 成员中处于弱势的方若清人气直线飙升。也就是说，凌香爆炸案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方若清。同样，何亮的死亡，继承巨额遗产的何阳也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方若清在爆炸案中有绝对不在场的证明，而何阳在何亮的被杀现场也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但是，方若清具备杀害何亮的时间条件，同样，何阳也具备制造爆炸案的时间条件。如果他们俩达成协议，互相交换，这只是你的推论，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。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仅仅是推论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还有不到4个小时，方若清就会去片场拍戏。根据达克的通知单，今天晚上就是他下手最后的机会，所以我们要确保方若清的安全。我可以验证我自己的推论，你来吗？我可以去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的推断是什么？交换杀人，可能性是有的，但是郭先生，去北平的车票已经被周小军买光了。郭先生，去北平的车票已经被周小军买光了。来吧，来，等我见你一点。郭先生，这个等过来了。去北平的车票已经被周小军买光了。好，你站着呢。郭先生，去北平的车票已经被周小军买光了。郭先生，去北平的车票已经被陆警官找到了。世纪佳高尔夫球场拍摄那天，方小姐一早就到了，但因为突然不舒服，9点左右离开去买药，1个小时后回来开始拍摄。附近没有药店吗？需要1个小时。方小姐说她的胃痛是老毛病，已经有了抗药性，普通的药不起作用，要去特定地方买。谢谢。有什么新情况吗？我查到了，林香受伤那部戏的投资人还真和何阳认识，而且还是铁哥们。
负责爆破的人是谁？李润，男，38岁，资深爆破师，和林香没有任何关系。案发后查明没有可疑，便把他放了。事件被定性为意外。郭先生，去北平的车票明白。被周小军买你干什么？给你报个班。我不是演员。哎，你不是演员，你穿着咱这干嘛了？神经病！来，报个班。你每天都要来按时换药吗？没有。若清对林香很上心，嘱咐每天都要按时换药。我就在她没空来的时候我才来。这不，今天早上她刚受了惊吓，晚上还得拍戏，我就让她先回去休息休息。方小姐对林香的好，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我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方若清跟林香从出道以来就是很好的朋友，你还怀疑吗？我听说组合期间，林香其实比方小姐更受欢迎。要不是出现意外的话，方小姐不会像现在这么红吧？只能说世事无常。林香当时发展势头那么好，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让她单飞吗？看你们公司现在对方小姐的打造，组合一分为二，好像获得的利润更高吧？跟利润无关，我们本来就是要以组合的形式打造他们，没想过让谁单飞。要不是出了意外 ，RX 肯定能成为当下最红的组合。我们粉丝量不算买的就1000多万，是吗？当你坐下来跟我谈话的时候，身体呈现出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。当我问起二人关系的时候，你先后摸了2次领带，而且把双脚内八了。你的这些无意识的小动作暴露了你的内心，说明你对他们二人的关系撒了谎。事实上，林香和方若清的关系非常不好，你们也曾经希望让林香单飞，是不是？就算是那样又如何？方若清本来就不如林香，林香各方面条件都比方若清优秀多了。现在这粉丝大多都冲着林香来的，要不是出意外，我们公司怎么可能转而去捧方若清？你怎么还在打游戏呢 ？No， 打到 BOSS 了。我让你查的东西呢？这，太没技术含量了，早就给你弄好了。有确凿的证据吗？李润不久前买了2栋市中心的公寓，经我调查，买房的钱是他卖了一把古董吉他所得，而这把吉他是3年前何阳在拍卖会所得。谢谢。别打扰我啊！孟老师，罗教授，何阳给爆破师李润打过一笔巨款。我也证实了方若清和林香不和，他们公司之前想让林香单飞。我的推断是正确的，所以你的选择是。你说你跟何阳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送你鸡蛋。他这种富二代，谁知道呢？喝多了吧？喝多了送你鸡蛋，后来你也没还回去。他这种富二代怎么会在意这个呢？你知道那把吉他过1000万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，把那把吉他卖了以后又买了2套房。你要看看你炸伤林香的证据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故意杀人，
知道怎么判吗？没有证据。不，林香不是我杀的，是海洋。他说只要我说是意外，没有人会怀疑的，而且还给了我结带，让我不要再辛苦工作，安稳过完下半辈子。你现在可以到监狱里边去安安稳稳的过你的下半辈子。主任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可能会危及到方小姐生命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控制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数量。小刘，把现场人名单给我看看。这已是最精简的人了，不能再少了。现场有这么多人，要不没法工作。你们两个注意，凡是跟方若清有身体接触的演员都要检查，尤其是演杀方若清的那个男人，抓紧时间把所有相关人员都排查一遍。谢谢主任。你们忙，有事叫我。好。他们唱歌真好听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唱这么好听的歌啊？当然能啊，只要我们努力，肯定能成功的。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站在很大的舞台上，唱我们喜欢的歌。当然可以啊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出自己的歌，唱自己的歌。热情，你说我们能红吗？当然能啊，我们一定能成为最火的组合。可是能红多久呢？组合一般没多久就会解散的。那我们就打破传统，一辈子在一起。让 RX 成为传奇。对，我们不离不弃，做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成为传奇，一辈子。为什么？你知道的，组合一般都不会长久。但我们说好要成为传奇的。成为传奇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面对现实吧。虽然你背叛了我，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的约定。RX， 以前、现在、以后，永远都不会解散。我们永远会在一起，不会分开。你不是说不会离开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走？10点钟方向什么情况？熊原，注意保持采访记者与当事人的距离，
别掉以轻心，让大个浑水摸鱼。明白。 OK， 卡，来准备换场。方小姐，方小姐，你觉得这部戏会火吗？请保持距离。你对这部戏的片酬满意吗？罗非，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时间了。就算我们抓住了何阳，方若清他自己能认罪吗？交换杀人，你说的这个逻辑上是能成立的，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找到让方若清能直接定罪的证据了。见着方若清就有证据。 为什么？让他亲口认罪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？你凭什么能让他亲口认罪啊？魅力。尹健，好了，下来。你下来。你搞什么呢？这是刀会伤人的，还好反应快。看把你吓的，这是道具。你看，刀刃还没有开呢，伤不着人的。好，你别闹了，赶紧查吧，一会儿组长还等着呢。组长也真是的，这些东西查了好几遍了，至于吧？现在连个耗子都进不来，我就不相信大家可能进来动手脚。3、2、1，来，开始。咔，可以了，准备换场。来，方若清换衣服来。方若清，可以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快叫救护车！不是血。这天等了很久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呀。若清，若清，若清。导演，我没事，胃痉挛犯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常务，倒点热水，快点，快点！别起来！是来采访的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？对不起，没有凭什么。哎，我们有采访的权利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也有权利不让你们采访。你是方若清小姐的保镖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。那你是警察？不是警察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要就是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别起来！不让我们进去！别起来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现在方小姐给大家预留5分钟采访时间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来进来啊！我们进去。什么情况？这帮记者很难对付，现在不给他们5分钟甜头，一会儿还得填完。放心吧，这事儿我们有经验。方小姐，为什么会有警察来保护你啊？方小姐，这和视频事件有关系吗？方姐，这个视频究竟怎么回事？您能回答一下吗？
好，停！回答一下我。关于上次视频的问题，我们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。像这种粗制滥造的恶意重伤，根本就是无聊透顶。但是无风不起浪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过解答了，所以说你们不要再提问这个问题了，好吗？我相信所有了解若晴、支持若晴的朋友都不会相信的。我们想听方小姐自己回答。方小姐，请问这次视频到底怎么回事？请您回答一下。现在我们方小姐啊，马上要拍最后一场戏了。要不咱今天记者会先到这儿，好吧？有什么问题能散了吧？能散了吧？好了，散了。撤了。大家散了吧。情况怎么样？没事，一切正常。相当不错。哎，你干嘛？表彰签名。罗警官，你这么贸然的进来，你不怕我再换衣服吗？据我所知，你和凌香的关系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融洽，而且凌香的昏迷最大的受益人就是你，是这样吗？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。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？凌香受伤完全是意外，这点我不用去解释。罗警官，你说话最好小心一点。就凭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完全可以告你诽谤。既然你说我诽谤，那我就继续跟你聊聊。起初，我以为达克通知单上所指的故意杀人是凌香，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那个人是何亮。什么何亮？就是莫名其妙死在家中的那位大富翁。我跟这个人毫无瓜葛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这就是你聪明的地方，你知道自己动手早晚会被警方怀疑。就在你动了杀心的时候，你遇到了一个同样也有杀人念头的人何阳，于是你想到了一个可以让双方摆脱嫌疑的方式——交换杀。对不起，我上场戏的血包没有清理干净。对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没有听清楚。我说的是交换杀人。咱俩那事儿能行？怎么不行？我想让凌香死，你想让你爸死，怎么的？你不敢了？我倒不是不敢，我觉得再想想这事。你说，你杀死凌香，我去杀死你爸，到时候我们做一个不在场的证据。你不认识凌香，我更不认识你爸。那谁会怀疑到咱们的头上啊？我再考虑考虑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？听我说，这事儿吧，它没那么简单。怎么没有那么简单呢？你说我能给你时间，但你欠的高利贷还有几天呢？你说吧，虽然咱俩表面上很风光，但是咱俩现在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。你现在跟我在一起都快没钱花了。你说，如果你爸要是死了，钱都是你的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但是这个事儿要是办成了的话，
你就不是什么富二代了，而是真正的富豪。到时候想办谁办谁。罗警官，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。我不知道什么叫交换杀人。至于何阳，他很有钱，他还投资影视。我跟何阳的关系确实没有公开，但这也不算什么秘密。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吧？如果你很喜欢八卦，那么我告诉你，跟何阳有关系的女明星不在少数，我只是其中一个罢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把这种事儿和杀人案联系在一起？这枚徽章你认识吗？这是13号会所的徽章，方小姐，你并不是这个会所的会员吧？但何亮和杨是，这枚徽章就是何阳的，而这枚徽章就是在你家中的抽屉里面发现的。罗警官，首先你盗取了我的私人物品，其次，我跟何阳的关系，他送我一个徽章又算什么呢？这枚徽章对于何亮父子来说，不光是财产，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凭你现在跟何阳的关系，不足以得到这枚徽章。交换杀人是一个完美的计划，但可惜就可惜在你跟何阳既想交换杀人，分别制造不在场的证明，以逃脱法律的制裁，可是又不能完全的信任对方。从作案的顺序上看，你应该是为了博取何阳的信任，所以决定先动手杀何亮。但你又害怕你杀了何亮之后，何阳反水，不对林香动手，因此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为了防止何阳背叛你们的计划，你决定跟对方交换一样东西，一样可以证明你们之间有联系的东西。我可以先动手，但是如果我杀了何亮的话，你反悔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反悔呢？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当然相信你了。即使咱俩交换杀人，但还是有风险的。现在咱俩是拍档，既然你让我先动手的话，你得让我看看你和我合作的决心，这不为过吧？决心怎么看啊？哎，你家太慢了。信我，如果我动手了以后，你反悔了，我就拿着它去公安局自首。哼，怎么呢？后悔了？不用好吧？好吧，那我等着看。在你们的信任完成之后，你们开始实施你们的杀人计划。为了误导警方，你特地将杀害何亮的地点选择在设有密码锁的何亮家，将杀人现场制造成所谓的密室。这样案发之后，警方自然将调查的方向锁定在何亮的熟人身上。选定作案地点后，何阳将父亲何亮的生活习惯以及家里密码锁的秘密告诉你，并在你们决定行凶的时间之前故意闹事被警方拘留。随后，你便开始实施你的杀人计划。何亮死后，由于何阳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，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与何亮有密切接触的人身上，也因此何亮死亡一案陷入了困境。但就在我将你和何亮死亡联系上之后，调查出了新的进展。何亮是一个生活作息极其稳定的人，每天早上起来9点到10点期间，他都会外出离家遛狗晨练。何亮死亡的当日，你恰好在附近拍通告。根据剧组的记录，你当时本要拍一场重场戏，但因为胃疼发作，离开剧组外出买药，大约1个小时左右之后才回来，是这样吧？方小姐，请问在这1个小时期间里，你去哪里买药了？我离开剧组之后，突然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，我就自己在附近转了转，就回去了。那么，请问你随便转了转的这段时间里，有人可以为你做证明吗？时间太久了，我不记得了。你当然不记得，因为你根本就在说谎。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你正从剧组赶往何亮家实施你的杀人计划。
陆警官，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。你做警察实在是太浪费，你不如把这些故事写成剧本，我来做主角。汪小姐，你的心理素质的确很好。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何阳已经被捕，并且交给了我们这个东西。你一定没想到，在你跟何阳要实施交换杀人计划的时候，他已经偷偷录音了。汪小姐，何阳是一个商人，你在跟他做交易的时候，应该想到无奸不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有这录音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马上把这个东西拿给外面的媒体，让他们告诉你这到底是真还是假。站住！你要多少？我是个警察，收入不高，你觉得这东西值多少钱2000万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你提条件。只要你把这个录音给我，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。好吧，这并不是何阳的录音，但刚才你说那段话，我录下来了。你这个骗子！各部门准备好了吧？光言，知县的光行吗 ？OK 了啊。我们准备啊！我再说一遍啊，这场戏是那个若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场戏，在场谁都不许乱出声，啊！好了，我们开始，3、2、1，开始！若清出。所有的人员、服装、置景，我们都排查过了。难不成达克还会飞天遁地，远程放火杀人？火势那么大，必须要有助燃物。起火前，方若清没有跟任何人接触，远程放火根本不可能。难道是自焚？怎么可能？倒也未必不可能。详情请看我朋友圈。我就是火，无论被谁浇灭。方若清是真的自己着火的吗？温度只要40度，什么情况？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白磷粉末。白磷粉末？以死者的灼伤程度来看，衣服上应该涂抹了大量的白磷粉末。白磷燃度40极为易燃，但是不容易在空气中保存。我明白了。我在方若清的化妆间里发现，方若清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要将衣服放在真空袋里保存。达克只要事先将白磷粉涂抹在方若清的服装上，再用真空袋保存，就可以提前设置好定时杀人机关，根本不需要在现场出现。已经确认过了，片子投资很大，筹备前雇了几个临时工，他们牵扯的人员很多，不知道过了几道手了。所以要从这个线索查的话，
恐怕很难。方若清进入休息室几分钟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 2000万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你提条件。只要你把这个录音给我，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。他都已经认罪了，你为什么不抓他？你应该是有时间阻止他被害，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。莫非你就是达克？行了行了，都冷静一下。他要真是达克的话，早动手了，还会等那么久吗？你对。 究竟为什么？罗非，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等一下。怎么又等一下？给我一个结局。什么结局？让我拍完最后一场戏。你这么执着的追查我犯罪的证据，说明你也是一个把工作看得很重要的人。你能理解我吗？ 还有最后一场戏了，你让我把它拍完吧。对不起。谢谢你，给我这个结局。恋人手中樱花刀，是在漫步的轨道。你站这干嘛呢？我不是这儿的演员。哎，你不是演员，你穿在这站这干嘛呢？对，来，一起再来一次。似我化成了尘埃，有谁在等待？无声开，12年一个梦，梦只会醒。就这么演是吧？就这样演的。我们一开始把5年以前那个破案拿出来检查，发现方月清。我自己来了。被毒死在家中的方亮，直线飙升，来，足以证明你对跟我起初吧。来，没词儿了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动了。啊，我站着。对不起，那我就多说一下。不，对不起，差点没找着你。啊，上有没有？
我明白了。再有劲儿点。是谁在等待脆弱花开？孤寂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有谁在等待醉雾盛开？12年一个梦，梦总会醒来，醒来走出胆怯。是谁在等待脆弱花开？孤寂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有谁在等待醉雾盛开？12年一个梦，梦只会醒来，醒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